你相信吗？丰田刚刚完成了一项壮举，一项其他汽车巨头都难以企及的壮举。他们揭开了新一代铝离子电池的神秘面纱。这款性能怪兽级别的电池竟然宣称能够实现高达1000英里的续航里程，并且在短短5分钟内即可完成充电。是的，你没有听错，仅仅5分钟，请务必仔细体会这个消息所蕴含的颠覆性意义。从此以后，你将无需在充电桩前漫长等待，彻底告别里程焦虑。任何续航不足的借口都将不再成立。在东京一场事先未张扬的新闻发布会上，丰田投下了一枚震撼弹，猛烈冲击着整个电动汽车产业。发布会现场，特斯拉、通用汽车以及比亚迪的 CEO 们都显得异常震惊，陷入了沉默。因为这项技术突破绝非小小的进步，而是一次量子级的飞跃。这款电池不仅防火，而且更加轻便无毒，并且不含那些容易短缺的金属材料。这种创新技术此前一直被认为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而如今日本已经将其变为现实。在深入探讨丰田如何取得这一突破，以及其对特斯拉、燃油汽车乃至石油产业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之前，请务必点击点赞按钮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因为你即将见证的绝不仅仅是又一次电动汽车的升级换代，这更像是一场全球能源变革的序幕，而你正身处其中，亲身经历着这一切。他们过去一直宣称锂电池代表着未来，而固态电池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然而，丰田仅仅通过一场5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就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没有任何预热宣传，也没有任何提前泄露的消息，只有屏幕上闪烁的冰冷数据：1000英里续航，5分钟充电，并且不含锂和钴元素。起初，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宣传噱头，某种病毒式的营销手段，但事实并非如此。丰田展示的是一款真实存在的铝离子电池原型机，并且已经通过了第三方实验室的严格验证，其充电功率高达1200千瓦，循环寿命超过1000000次，完全充放电，且容量衰减低于5%。在热稳定性测试中，该电池在25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行业内的专家们开始感到恐慌，这并非仅仅是特斯拉4680电池的简单升级，而是一场彻底的颠覆。充电速度提升了4倍，电池更加轻便、不易燃，并且不再需要钴和锂矿的开采。这预示着我们将摆脱地缘政治的限制，迎来一个更清洁、更安全且具有无限扩展潜力的未来。而真正的突破在于其核心材料本身，铝，这是一种储量丰富、可以循环利用的金属，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丰田不仅创造了一种更卓越的电池，更重要的是，它正在重塑全球的供应链格局。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项1000英里续航、5分钟充电的承诺，并非只是纸上谈兵，它已经通过了实际道路测试和实验室验证，并且正在加速推进。计划在2026年底实现量产丰田内部的规划路线。图显示，铝离子电池将应用于至少8款新型车型，而一些新的专利暗示其应用范围可能远不止汽车领域，甚至可能扩展到家用储能乃至航空领域。这种全新的化学反应为何如此与众不同？试想一下，锂离子仅能携带单电荷，而铝离子可以携带3个电荷，在相同的体积内，铝离子电池可以储存3倍的电荷。当这种电池与石墨烯基阴极结合时，这些离子就能以闪电般的速度移动，效率更高、更清洁，并且几乎没有摩擦，不会过热，也不会发生热失控反应，从而不再需要笨重的冷却系统或防火措施。传统的锂电池在压力、高温、快速充电、深度放电等条件下会出现性能衰减，而铝离子电池则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丰田的原型机已经通过了严苛的测试，包括冷冻、高温、挤压、穿刺、短路等，结果显示电池没有发生爆炸，没有泄漏，甚至没有产生火花。这种级别的稳定性不仅更加安全，更是一项革命性的突破。这些电池组可以安装在座椅下方、车门内部或车架的任何位置，完全没有火灾风险。对于监管机构、保险公司以及车队运营商而言，这将彻底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但关键在于这背后的转折点。当全世界都聚焦于那些引人注目的数据时，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却察觉到了另一层更深远的含义。丰田在发布会上刻意回避了一些关键信息，没有提及锂电池，没有进行性能对比，也没有讨论向下兼容性，只有一片沉默。然而这份沉默却胜过千言万语，它向所有仍然压住锂电池的汽车企业发出了一个冰冷的警告：
你们已经落后了。特斯拉、通用汽车、比亚迪，甚至包括 CL 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此前斥巨资达数十亿美元签署的供应合同、矿业协议以及建设的超级工厂计划，在这一刻瞬间变得过时，因为这项新的电池化学技术彻底打破了所有的规则。它不再需要从南美洲开采锂矿，也不需要在刚果开采钴矿，摆脱了地缘政治的种种限制，只需要纯净丰富的铝元素。这种元素清洁、廉价，并且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那款宣称续航1000英里5分钟快速充电的车型，绝非实验室里的花招，更不是一种营销噱头。丰田的原型轿车已经在封闭的赛道上进行了测试，单次充电行驶了整整1000英里，并且搭载了与凯美瑞同等的载荷。这并非是减配的测试车辆，也不是在极限节油模式下进行的测试，而是真实载重、真实速度的量产车型，其潜在的影响令人震撼。如果丰田能够成功实现量产，这项技术不仅将与当今的电动汽车展开竞争，更将彻底取代它们。成本、性能、基础设施，所有的行业规则都将被改写。充电站的规模将可以大幅缩小，在高速公路上补充能源只需要5分钟，就像给燃油车加油一样便捷。电动汽车一直以来的里程焦虑问题将彻底消失，但这项技术真正的力量在于其核心的化学反应本身。铝具有防火、无毒的特性，回收率高达96%，而最重要的是，它并不依赖于少数垄断者囤积的稀缺矿物。锂的帝国由此开始动摇。20年来，锂不仅是能源领域的支柱，更是一个由智利到中国的矿商、加工商和中间商构成的庞大垄断体系。但如今，锂的供应链正因为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而面临严峻的挑战。正是从这里，锂的帝国开始动摇。20年来，锂不仅是能源的关键支撑，更被一个由智利到中国的矿商、加工商和中间商网络所牢牢掌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产业。但如今，这股强大的势力正面临瓦解。如果丰田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这种垄断局面即将彻底崩溃。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点击赞按钮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请即刻行动。接下来将要揭示的真相，可能会完全颠覆你对电动汽车的现有认知。究竟谁才是真正掌控能源未来的力量？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锂的价格不仅上涨，更是出现了惊人的暴涨，价格飙升超过400%，一股恐慌的浪潮席卷了整个电动汽车行业。各大汽车制造商争相锁定数十亿美元的锂供应协议，但这些协议正像阳光下的牛奶一样，逐渐失去效力。当大家都在为了争夺有限的锂资源而焦头烂额时，丰田却悄然退后一步，彻底瓦解了这整个体系。凭借储量丰富的铝元素，丰田不仅成功避开了这场混乱的资源争夺战，更拔掉了一枚极其危险的手榴弹的引信。而这种潜在的脆弱性远比金钱层面更加深远。全球大部分的锂矿都蕴藏在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的盐湖之下，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饱受抗议活动、出口禁令以及武装民兵的困扰。仅仅一道法令、一次边境封锁，就可能导致全球电动汽车的供应链彻底瘫痪。而钴这个默默无闻的帮凶，其70%的产量都来自于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地区饱受童工腐败以及武装民兵冲突的困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这是电动汽车革命背后不愿提及的黑暗秘密。而丰田却巧妙地摆脱了这一切，因为铝材并不沾染这些污点，它的开采过程相对清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并且几乎可以无限循环利用。丰田的这项技术转型有可能在未来10年内削减全球锂需求高达30%，这并非仅仅是一种预测，而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崩盘的预警信号。锂行业的巨头们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正在祈祷这个未来不要真的发生。但是当锂产业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始崩溃的时候，石油产业也开始感到恐慌。尽管化石燃料的游说团体过去也曾见过各种关于电池技术的炒作，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数据。1000英里的续航里程，5分钟的充电时间，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内燃机根本无法通过技术进化来逃脱被淘汰的命运。一款采用铝离子电池的丰田凯美瑞，其续航里程将超越燃油版的雷克萨斯。这不仅体现在续航能力上，更包括能效、车身重量以及每英里的使用成本。燃油引擎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失守，而由此产生的冲击波正在迅速蔓延。日本和加州的加油站连锁企业正积极筹建兆瓦级的铝离子充电桩，其充电速度甚至比你购买一杯咖啡的时间还要短，没有尾气排放，没有火灾隐患，只有纯粹而静谧的电力。这场变革非但没有削弱石油产业，反而将对其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分析师预测，如果铝离子技术得到全面普及，全球石油需求到2035年可能会骤降800万桶飞日。
这相当于加拿大全部石油出口量的消失，而这并非因为法规限制，而是创新力量的驱动。关键在于，这项创新已经不再源自硅谷。特斯拉内部消息透露，一项代号为螺旋计划的紧急研发项目在丰田发布会后的数小时内迅速启动，工程师们从到场团队、全自动驾驶团队以及公司的各个部门紧急抽调，全力投入追赶。因为在电动汽车的发展历史上，特斯拉首次不再引领潮流，而是变成了追赶者。所以，如果你此刻正在观看，请点赞、留言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因为眼前发生的不仅仅是新电池的诞生，这更是全球产业格局重置的序幕，而你正亲眼见证着历史在实时发生。与此同时，在中国的2大电动汽车巨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这2家曾经以锂电池为基石建立起庞大产业帝国的企业，如今却在生存之战中苦苦挣扎。铝电池技术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他们花费1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产业优势。在秘密的会议室里，高管们手忙脚乱地提交紧急专利申请，加速推进原型机的研发，竭尽全力试图阻挡丰田的猛烈攻势。但残酷的现实是，这场技术风暴早已将他们远远抛在了身后。在大洋彼岸，美国能源部正忙于进行危机公关，他们对此事毫无准备，显得措手不及。他们紧急重启了那些曾经被束之高阁的铝离子研究项目，那些在2010年代初被归档的项目。当锂电池技术占据主导地位时，这些计划曾被悄然搁置。如今，这些被遗忘的蓝图正从严密保管的保险库中重新取出，新的专利正以破纪录的速度提交，但一切可能为时已晚，因为这场竞赛已经不再是谁先起跑的问题，而是谁能够最终挺过这场变革的考验。而在遥远的日本，市场和媒体的反应如同闪电般迅速，当地媒体将丰田的这次发布会称为汽车行业的珍珠港事件，一次精准而颠覆性的伏击。一夜之间粉碎了所有原有的行业联盟。那些曾经嘲笑丰田在电动化进程中行动迟缓的汽车企业，此刻正卑躬屈膝地寻求与丰田进行技术授权谈判。就连向来直言不讳的埃隆·马斯克也打破了沉默，仅仅用2个字回应。没想到，没有表情包，没有傲慢的言辞，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因为他内心深知，这并非只是一次普通的新产品发布会，而是一份宣战书。而战争的火焰早已在那些紧闭的会议室中悄然点燃。黎明时分，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大量撤离 Lucid 和 Fisker 等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导致他们的市值蒸发数十亿美元。他们所谓的突破性技术瞬间变得过时，估值也如烟雾般消散。未来已然转向，而那些墨守成规的企业并没有获得入场券，就连那些行业巨头也开始流血。福特、通用汽车、大众等企业此前已经在锂电池基础设施领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建设了巨大的工厂，签署了长期的矿业合约，并在智利、澳大利亚和中国成立了合资企业。如今，在每一个董事会议室里都回荡着同一个冰冷的问题：我们是否即将把未来拱手让给丰田？市场并没有等待答案揭晓。在丰田的未来产品规划路线图被泄露给日经新闻后，比亚迪的股价在1天之内暴跌6%。通用汽车的电动汽车部门以战略调整为由，取消了2场重要的发布会。现代和起亚则悄然开始与丰田进行关于铝离子技术授权的谈判。没有新闻稿，没有泄密事件，只有低语和紧迫感在行业内蔓延。因为在这场竞赛中，没有人愿意成为最后一个转向的企业。然而，对于丰田而言，这并非仅仅是一场争先恐后的竞争，而是要成为最终的胜者。其2026年的产品线已经包含了8款采用铝离子电池驱动的车型，涵盖了从紧凑型掀背车到全尺寸 SUV 的各种类型。每一款车型都更加轻便、更加迅捷，也更加清洁。每一款车型都将提供远超现有产品的续航里程。丰田不再仅仅是追赶特斯拉，而是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如果你仍在观望，请立即点击点赞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持续关注这场超越电池技术的变革。这标志着一个全新工业时代的开端。关键问题已经不再是谁将胜出，而是谁能够最终生存下来。然而，这场技术跨越也伴随着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础设施。全球为锂电池构建的庞大充电网络在这一刻显得陈旧不堪。超级充电桩、CCS 接口、目的地充电桩，它们的最大充电功率大多徘徊在350千瓦左右。这在过去曾被认为是令人惊艳的配置，但对于铝离子电池而言，这无异于试图用花园里的软管来疏导一场巨大的海啸。
丰田的新型电池化学体系需要兆瓦级的电力传输能力，这意味着全球的充电网络面临着一个最后的通牒，要么进行升级，要么被淘汰。电力公司、充电站运营商乃至政府机构都纷纷开始行动起来。东京在短短几周内悄然建成了一个1兆瓦的试点充电站，由丰田能源运营。在这里，汽车可以在5分钟内充满电，没有过热问题，无需排队等待，即插即走，高效便捷，变革还远不止于此。日本的连锁便利店已经接入国家电网，并宣布计划将数千家门店改造为铝离子快速充电的枢纽。在美国，加州的初创企业 Charged 提交了许可申请，计划将其太阳能电动汽车充电站改造为兼容铝离子电池的超级充电站。就连壳牌，是的，正是那个壳牌，也被发现与丰田的基础设施团队举行了闭门会议。这不仅关乎更快的充电速度，更关乎用户的使用便利性。铝离子技术消除了电动汽车与燃油车之间最后一道心理障碍，5分钟即可充满电，无需担心续航焦虑，无需使用复杂的应用程序进行计时，也无需进行漫长的夜间充电。用户只需像使用燃油车一样停车，插上充电枪，稍作休息即可满电出发，轻松无忧。消费者无需被说服，他们只需要便捷的使用途径。此时讨论的焦点开始从技术层面转向经济性层面。多年来，电动汽车的梦想一直存在，但其高昂的价格却令人望而却步。电池成本通常占据整车成本的30%到40%，锂离子电池每千瓦时的价格徘徊在120至140美元之间，而固态电池仍处于实验室原型阶段，单价更是超过200美元。这使得电动汽车似乎只是亿万富翁的玩具，与大众消费者无缘。然而，丰田却彻底颠覆了这个等式，因为铝的价格非常低廉，甚至可以说是惊人的便宜。全球60多个国家都在开采铝资源，这种金属早已融入了国际贸易的体系。与锂电池不同，铝离子电池的制造过程不需要干燥的生产车间、稀有的化学品或孤涂层，现有的工厂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改造，实现快速、清洁且经济的生产。分析师现在预测，丰田铝离子电池的每千瓦时成本在量产启动后可能会跌破80美元，这将彻底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一款采用铝离子电池驱动的丰田卡罗拉车型拥有1000英里的续航里程，5分钟即可充满电，而售价可能低于25000美元。这不仅是平价电动汽车，更是一款具有颠覆性的产品。其卓越的能效和革命性的设计，将使得展厅里所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在试驾体验后都显得黯然失色。如果你仍在观看，请点赞订阅未来科技频道，并开启通知功能。因为丰田启动的绝非仅仅是产品升级，而是一次彻底的重置。未来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速到来。想象一下，一辆电动汽车如此耐用，其寿命甚至可能超越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甚至比你的房贷期限还要长久。这就是丰田的铝离子电池梦想，无需液体冷却系统，没有脆弱的电池模块，无需进行复杂的温度监控，仅凭稳定的电池化学物质就能从容应对岁月的流逝，维护几乎将成为历史，安全性将是绝对的。电池的寿命可以长达20年，一辆车2个10年，无需更换电池。当电池的生命周期结束时，它不会变成难以处理的废弃物，而是可以实现重生。因为与锂电池有毒且昂贵的回收过程不同，铝几乎可以完全回收利用，回收率高达96%，而且无需复杂的化学处理，不消耗大量能源。丰田将其称为循环经济，而我们称之为天才之作。供应链同样印证着这一理念。当其他汽车制造商还在争夺钴和镍等资源时，丰田已经可以从容不迫地获取铝资源。冶炼厂、铸造厂、铸造车间早已遍布全球的工业化国家，无需开采新的矿藏，免除了地缘政治的困扰，铝材无处不在，静候调用。霎时间，这不仅是汽车领域的一场革命，更是一次能源领域的觉醒。相同的电池化学原理可以驱动电网传播乃至飞机。全球最大的几个产业，过去因技术壁垒而相互隔绝，如今却都聚集在丰田的门下，寻求能够彻底取代锂电池的核心秘密。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更快、更廉价的能源，更意味着一种更清洁、更合乎伦理、更人性化的选择。没有童工，没有被污染的地下水，没有燃烧的盐湖，只有在阳光下开采的朴素金属，而不是隐藏在阴影中的秘密。锂电池始终隐藏着一些隐性的代价，从沙漠中抽取大量的水资源，在监管不力的矿坑中开采钴，生命在追逐绿色能源的过程中悄然逝去。但是铝，它正是一道救赎的弧线，是清洁能源所需要的。它无毒素，不易燃，不会发生热失控，即使被刺穿也能保持稳定。丰田的电池始终保持低温、惰性、稳定、静默，无需危险品处理团队，无需车辆召回，没有关于电动汽车起火燃烧的新闻头条，只有纯粹的可靠性，简单而纯粹。
每个循环中超过96%的材料都可以回收利用，这使得电池不仅持久耐用，更实现了真正的再生。能源的未来不仅更快，更重要的是它终于摆脱了负罪感。如果这种革命性的突破让你感到兴奋，请点击赞按钮并订阅未来科技频道，因为下一集将带你深入丰田的秘密实验室，这种神奇金属的诞生地。随后引发的冲击波效应将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期，电动汽车的生产排放量将骤降超过40%。一夜之间，电动汽车不过是燃煤汽车的陈旧论调将化为尘埃。在全生命周期的研究中，铝离子电池不仅超越了锂电池，更是将其远远甩在了身后。就连氢燃料电池和混合动力系统也望尘莫及。各国政府在追逐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丰田打造的绝非又一款汽车，而是开辟了一条通往零碳未来的捷径。但关键在于，这从来都不只是关于汽车。在那些静默的专利申请和微妙的媒体信息泄露中，丰田的下一个宏大目标逐渐清晰。电网、太阳能和风能一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储能。锂电池虽然可以储存能量，但代价却是高昂的成本、不稳定性以及频繁充放电导致的快速衰减。而铝离子电池在高压环境下表现出色，能够承受深度放电、长期休眠或持续负载，始终保持稳定运行。在丰田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们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成果：鞋盒大小的模块化电源砖可以堆叠、静音、防火、可回收。单块电池足以支持家庭在停电时的基本用电需求，数百块电池则可以为整个社区供电。偏远的乡村农场、离网社区乃至小型岛屿都可以通过纯铝能源实现自给自足。但这幅宏伟蓝图远不止于此，军事测试随即展开，无人机、野战发电机、便携式指挥单元等设备纷纷采用铝离子电池。随后，这项技术开始进军航空领域。丰田航空与商用喷气机制造商悄然展开合作，利用铝离子电池的轻量化、不易燃以及客舱安全性等特点，最终诞生了可以安心飞行的化学能源。紧接着，消费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手机可以在60秒内充满电，笔记本电脑可以连续运行1周，智能手表即使在沙漠烈日下也不会过热。这已经不再是汽车领域的进化，而是一场彻底的能源革命。谁将掌控能源？谁将储存能源？谁将输送能源？因为丰田已经悄然从一家汽车制造商蜕变为一个全球性的能源平台，由此产生的涟漪效应正在变成一场巨大的海啸。从华盛顿到东京的专利局涌入了创纪录的丰田汽车公司的专利申请，大学纷纷争抢铝离子研究的资助，初创企业一夜之间转型，各国政府都在重写自己的能源发展路线图。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涟漪，而是一场巨大的断层。底特律、慕尼黑和上海的汽车公司董事会议室里一片寂静，但一个灼热的问题正在悄然燃烧。现在开始追赶，是否已经为时已晚？因为丰田从未放慢脚步，他们早已规划好了下一个征服的目标：货轮、工业车队、机器人以及电网。他们的汽车将为你的家庭充电，他们的电池将稳定城市的电力供应。而那块沉默的、不易燃的铝制化学物质已经成为现代工业中最珍贵的资产。埃隆、马斯克的工程师们仍在奋力追赶，中国的电池巨头们正焦头烂额。而锂矿产业的游说团体，这个曾经在电动汽车时代不可撼动的王者，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帝国在时时崩塌。新能源的战争已经打响，争夺的不再是锂矿，也不是石油，而是铝离子这种正在重写能源规则的金属。旧世界依靠燃烧驱动，新世界将由铝驱动。丰田已经点燃了导火索。如果这幅未来的图景让你感到激动，请点赞订阅未来科技频道，加入这场革命。下期节目将深入剖析丰田的全球战略布局，以及它将如何永久改写能源版图。